九州大地，人族示威，于妖魔爪牙之下苟延。幸有文圣降世，师承可换天地风雷，此处能令山河倒转。更以手中一笔，于神族边境布下万里结界，抵御妖魔100年，为人族争得一线生机。自此，中州文道为尊。这个世界以文气为引，化天地意象，相互切磋。虽然这具身体凝聚不了一丝文气，但我这位文学系的高材生穿越来了，一切都不是问题。今日既然是秦小姐做东，在下特有一篇着作奉上。赵公子，请。江风拂月影，楼船载酒行。美人若在此，何羡神与仙？赵公子所作，好诗好诗，真是说好诗啊！今日这文会，怎么还混进来一个一丝文气都没有的废物？苏沫，我与秦小姐以诗会友，你是来特意哗众取宠的吗？诸位，今日借此文会，雅公有一事宣布：我与苏家苏沫的婚约乃是祖辈所定，然文道一途贵在并进。如今苏家文脉断绝，苏公子才气尽失，与我绝非同路人。自今日起，我与苏沫婚约作罢，再无瓜葛。哼，苏小姐说的是，若非我苏家先祖不惜损伤文骨，护着你家老祖逃出怨念书海，今日你我的位置或许得换换了。苏沫，休要逞口舌之快。常言道，才子佳人，也不看看自己哪点配得上秦小姐。说完了，此等诗会佳作无一，倒是闲诗一堆，确实无趣。苏沫，就你也配品评我等？今天你若做不出一首力压群雄的佳作，我就打断你的腿，把你从这黄鹤楼上扔下去。可以，不过我若做出传世之作，你待如何？传世佳作，苏沫，你可知传世之作须引天地意象？就你这无文气的废物，也敢大言不惭？苏公子，传世佳作非同儿戏，笔落须有3尺豪光，其名方能传遍一地。请苏公子量力而行，莫要辱没了你苏家风骨。苏某如何行事，就不劳秦姑娘挂念。赵公子还没回答在下方才的问题呢。当真有趣。苏沫，你若真做得出，我这柄价值千金的碧玉笔，双手奉上。如此甚好，我是作诗，而你怕是在作死。这位兄台，好杯酒喝。怎么做不出来了？想借酒装疯，趁机溜走吗？苏公子，如果你只是想讨2碗酒喝，楼中酒精酿，看在苏家前辈的面子上，非此烈酒，不足以抒我胸中万丈义气。太白老祖，借您老的墨宝一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就是你的传世佳作，真是让我如沐春风啊！不是吧？难道这里不认唐诗？苏沫，你若是想借此让我回心转意，就不必了，还是请回。不过是只野鹤飞过，装神弄鬼。原来是蓄势待发呀，这就好办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沐成雪。开篇即为绝唱，仅此2句已是千古，这怎么可能？苏沫明明是废物一个。这是石影天雷吗？我没看错吧？假的，巧合，一定是江上要起风暴了。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引动天地异象？不，这不是巧合。你们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明月踏空，诗词化形，显生于外。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好气概，好诗啊！难怪他要喝酒，这首诗必须配最烈的酒，少1度都不行。我不信，苏沫绝无此才华胸襟。绝对不可能！一个穷酸，他凭什么？这股气息清冽霸道，却又飘逸，闻所未闻。是哪位大儒在此？哼，故弄玄虚。哈哈，异象虽美，不过是空中楼阁。我大夏文朝以才气为根基，诗成须有豪光，文成可化华章。你这首诗除了引来些风云雷电，可有半点才气显现？赵公子说的好像有道理啊。没错，光有意象，没有才气，就像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搞了半天，原来是个样子货。没有才气共鸣，你这所谓的异象，不过是江上风大，恰好形成的幻象罢了。苏沫，你在装什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吗？我说什么来着？装神弄鬼，真是。才气化元，那是传说中的才气庆云。这等规模，这等威势，就算是一代大儒亲至，也未必有如此异象啊！我想起来了，典籍记载，唯有写出足以镇国的传世篇章，才有可能引动如此规模的庆云。他才写了2句啊！哎呀，庆云压城，石定风雷，老夫一生闻所未闻。这位小公子，请你继续。可惜闭目用尽。大哥，庆云都出来了，你跟我说没墨了？若他当真有此文采，我便当方才之事只是玩笑。苏公子若不嫌弃，小女子愿为您研墨。我没看错吧？那是县主，女子文院院长，大夏第一女儒陈雪雪。她竟然也被苏沫的才气惊动了，她竟然要给苏沫研墨。她好美呀！竟然是他，他情愿折身替苏沫研墨。啊！莫要惊了这千古文章。那是当朝太傅武翰林，全天下读书人的师表，他在给这小子铺纸。怎么不写了呀？难道真的才气耗尽，文思枯竭了？完了，终究是差了最后一步。自古才子多遗憾啊！我那首诗虽只是凡品，但至少是首完整的诗。你这半篇神作，若是写不完，岂不是成了千古第一笑柄？哎呀，千万要撑住啊！此等神篇若是就此断绝，乃我文道一大损失。才信不可能，我脑子里的存货够你们学1万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
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鼓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可能与尔同销万古愁，好一个万古愁！此事一出，世间再无好访事。众卿，妖族于边境陈兵100万，已在万里结界外试探数次。文圣结界日渐微弱，诸位爱卿可有良策？陛下，自文圣大人于天外书山闭关，100年来，我大夏虽有大儒出世，却再无一篇镇国墨宝，国运无以为继，结界衰弱，在所难免啊！陛下，文臣误国，与其空谈国运，不如增兵北境，与妖族决一死战。鲁莽！妖族势大，我人族当以守为上，待文圣出关，方是反攻之时。陛下，天降祥瑞，天降祥瑞呀！祥瑞在何处？陛下快看，文曲庆云，是文曲庆云盖顶，文曲星大放光明啊！苍天有眼，此乃镇国之象。我大夏要出新圣了！何等文章，竟能引动如此天地异象？这股才气浩瀚飘逸，却又霸道至极，究竟是何人所为？禁军统领、户部尚书，听旨。臣在。命你2人即刻驾驭文宝，寻庆云而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此人，务必将其安然带回。人族那边出了什么东西？好纯粹的浩然正气，光是看着就让本宫觉得恶心。酒贺拱圣，人族这是要出一位新圣了。100年前一位文圣就画地为牢，将我族困于北境，绝不能再出第2个新圣。哼！那就在他成圣之前，把他连同整个人族一起碾碎。收。做首饰还有升级大礼包，这买卖血赚啊！一步出尘，一步登天，他直接从学子变成了学士，这不合常理。运财镜呢？中间的运财镜被他吃了吗？你们看那卷书，那是本命文书，只有将运财镜修炼到极致圆满，财气满溢而出，才有可能凝聚的意象。他不是跳过了，他是在一瞬间就走完了别人一辈子的路。神迹，此乃万古未有的神迹。他不是在修行，他是在接引天寿。不可能！苏家文骨败落是真，文心蒙尘也是真。不对，根基，他的根基何在？如此强行突破，财气虚浮，境界不稳，不过是个一触即碎的花瓶，中看不中用。昙花一现。听他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个道理。修行哪有捷径？苏公子，文道修行一步一印，你这怕是会自毁前程。好。这怎么可能？对财气若微的掌控，这比杀人还难。以财气杀人，只需一股蛮力，可要将泼洒的酒滴水不差的收回来，其难度不亚于在豆腐上雕花。这份控制力当世罕见。一件罕事，怎么可能？赵公子，你好像还欠我一只。这笔价值千金，是我爹特意为我求来的文宝，
给他做梦。苏沫，你别得寸进尺，方才不过是文慧助兴的玩笑话，你还当真了？就是，碧玉笔何等名贵，岂能说给就给？我看他就是想讹诈，仗着写了半首好诗，就想敲诈赵公子。这人品行太差了，文采再好，也是个小人。苏公子，神贵有雅量。住口！赵家小子，圣人云：人无信不立。太傅，我区区一支碧玉匹，能书写此等千古文章，是他百世修来的荣耀。你莫要让此笔蒙羞！啊！字字珠玑，风骨天成，诗意同神，此诗当入圣典。圣典？李翰林是说这首诗有资格被收录进文道最高殿堂的圣典？不可能，圣典收录的都是上古先贤的镇世之作。若真能入圣典，这就不仅仅只是一首诗了，是一份泼天的契约，足以庇佑一个家族100年兴盛。此事不过酒后游戏之中，不足挂齿。我微微华夏，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且装个逼，让你们感受一下震撼。他管这叫游戏之作，那我写的那些岂不是厕纸？我明白了，在他眼中，引动天地异象，写出郑国诗篇，就跟咱们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都大呀！好一个游戏之作，此人的心气，他是早已不在这凡尘俗世之中了。拿去，给我换一壶刚才那种。他用郑国诗篇换酒，我一定是没睡醒，这世上竟有如此离谱之事。公子，使不得，奴婢不敢啊！不可！此乃国之瑰宝，岂能换酒？小友，老夫愿出3000两白银，只求此墨宝观摩2日。我出8000，3000两。此等神作，你这是当为我家族中得镇阁谁都别想跟我抢！苏公子，此作乃无价之宝，如此未免太过轻率了。视千古文章如无物，这世间竟真有如此有趣之人。无价吗？那正好，看来能换的酒不止一壶了。大意了，诗仙果然是诗仙，实力就是帮硬。且慢！户部尚书文渊大人进军统领5000将军。我的天，2位一品大员竟驾驭文宝亲至！尚书大人，这小子一首诗卖1万两，简直是想钱想疯了！我靠，来真的呀！这排场也太大了，1万两好像是有点贵啊，早知道要个8000了。2位大人可是认为此诗要价太高？高？何止不高，简直是贱卖！此乃国运墨宝，你竟欲以万金售之，这是在亵渎，是对我大夏文道的亵渎。贱卖！1万两白银，够我买下这黄鹤楼3次了，他们管这叫贱卖！原来穷的不是他，是我。我懂了，在大人物眼中，钱算个屁啊！这首诗的价值根本不能用金钱衡量。国运墨宝，亵渎文道，我退婚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9品文玉，非圣人赏赐不可得之物。文尚书竟有此宝！诸位请看，老夫这枚文玉常年半价，早已问其枯竭。可就在方才，他竟然被自行注满了。诸位，仅凭此诗溢散的才气，便能充满一枚9品文玉。一枚5品文玉便值万金，此诗何价？我的3品文玉满了，全满了。我也是，
天哪，今晚回去，我怕是能直接冲开明镜了。才气四生，源源不绝。此墨宝若在，我大夏国力何从不兴？太傅所言极是。苏小友，为我大夏百年计，请随我等面见圣上。老夫不才，愿为小友横尸。请苏公子面圣。面圣，看来大夏的天要变了。请苏公子面圣。面圣。3位一品大员同时邀请，这是何等的荣耀！哇，这是一峰之上9万里。为什么不是我？我也姓苏，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必须立刻传信回家，不惜一切代价与苏家交好。苏沫，陛下已在殿前等候，事关国运，刻不容缓，即刻随我等入宫。3位大人厚爱，苏沫感激不尽。只是面圣之前，我需先回家一趟。回家？陛下在等他，他要回家？完了，少年得志，得意忘形，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他以为他是谁？文圣在世吗？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就说他怕了，他知道自己是空架子，这是想找借口开溜。放肆！苏沫面见陛下，乃天大荣耀，更是军国大事，岂容你耽搁？苏公子，圣眷当前，切莫因一时意气，自毁前程。闻妻有2意，故来相决绝。秦小姐，不是你退婚，而是在下休妻。你既非无妻，何故管无事？武将军，你可知此事为何而作？为何？为胸中不平，为家中一人。心若无根，文便是无根之木。诗词再华丽，也不过是风中朽木。此事起于家，当终于家。我若心不安，如何面圣安天下？高，实在是高。他不是拒绝，他是在告诉所有人，他的才华源于他的心，心不顺则财不畅，这是大道之理啊！我等只看到了荣华富贵，他看到的却是文道根本。家事安，则文心正；文心正，则国运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文道。说得好，武将军，让他去。能写出与尔同销万古愁之人，其情必深。若无此情，此诗便是欺世盗名。你我脚下这万里江山，难道要靠一首虚假之诗来镇吗？老夫在楼外备车，恭候小友。那秦家小姐眼光颇高，你去必定受辱。雪儿放心，可不是去惹事，是去给我们苏家挣一个朗朗乾坤。好漂亮的笔。笔与笔的才气，终究是无根之水，只能暂缓。雪儿的文心先天受损，才气枯竭，命不久矣。唯一的办法，就是闯入那九死一生的怨念书海，寻得上古秘法，为他重塑魂骨一线。为此，别说面圣，便是搅动这大夏天清，又何妨？他就是那个写出郑国诗篇的苏沫，太年轻了，看着就是个愣头青。让陛下、太傅和2位大人在黄鹤楼下苦等1个时辰，此人恃才傲物，前途堪忧啊！来了殿上一言不发，莫不是被天子龙威吓傻了？我看他那诗8成是抄的。苏沫，微臣在。你的诗朕听说了，但花团锦簇之文于国无用。朕现在问你，妖族扣关，国库空虚，战国无钱，守民心怨。苏沫，你待如何？陛下，这还用问？大丈夫当马革裹尸，战！糊涂！
国库仅够支撑大军1月有多，1月之后拿什么战？让将士们饿着肚子去喂妖魔吗？那便眼睁睁看着妖族踏破雄关，屠戮我人族百姓吗？你这书生安敢言首？问得好，看他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回答。说战是空谈，说守是懦夫。哦吼，开局就是地狱难度，这是比我掀桌子呀！陛下，战与守皆是末节。哦，那何为根本？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民心为基，财气为风。啊！严惩法相，他竟能做到严惩法相。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竟将文武之争融于一句。好一个财气为风，杀妖原来不止靠刀。天啊，他不是在选战或守，他是在为大夏立万世国策。这等格局，这等眼界，好一个民心为基，好一个财气为风。此乃续命文玉，可固本培元，活人文心。朕赏你，再赐你翰林院修撰之职。殿下赏苏沫翰林院修撰之职，续命文玉一枚。续命文玉，那可是圣人遗物，能救将死之人的无价之宝。翰林院修撰虽无实权，却是天子近臣呐。多谢陛下。不过只有这些还不够。放肆！苏沫，你竟敢在陛下面前讨价还价！疯了！他疯了！他这是在找死！藐视君威，罪当诛九族啊！陛下息怒，苏沫他年少轻狂，口不择言，请陛下降罪老臣，是老臣举荐不当。陛下息怒！息怒？你说不够，那朕倒想听听你觉得什么才够？这把龙椅吗？苏沫，还不快向陛下请罪！陛下，此子恃才傲物，目无君上，此乃大不敬之罪。臣请奏，将其就地格杀，以正国法。臣等附议，请陛下诛杀此僚。地威可以够劲，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千古一帝的王霸之气。秦王李世民，且见你示用。泰然府长剑，济世起妖民。这是杀伐文胆，诗画兵歌。不对，兵歌，这是帝王之剑。兴其分殿举，日语肃天行。天变了，他有实权，改变了天下。那是帝王出巡的仪仗啊！他想干什么？遍野屯万骑，临人驻母营。在戏中格斗，今来宇宙平。如今大夏内有群雄割据，外有妖族威胁，玉帝不可能被统一大好河山的愿景吸引。他要的便是这八方来朝，万族成立。他不是在要赏赐，他是在告诉陛下，他能为大夏带来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盛世啊！这是帝王诗篇。陛下，这够不够？好一个宇宙平！朕要的不是龙椅上的安稳，朕要的正是你诗中的宇宙平。陛下他竟认同了此等狂言。
圣心大悦，圣心大悦呀！苏沫听风，臣在。翰林院修撰品阶太低，不足以招你之才。朕擢升你为翰林侍讲学士，从五品入职文渊阁，可随时入宫参赞国事。侍讲学士，这是储君之师，天子近臣中的近臣。他连官袍都还没穿上，就一步登天了。令赐你京中府邸一座，即刻挂匾苏府，黄金万两，以彰主公。陛下恩旨，擢苏沫为翰林侍讲学士，赐苏府上黄金万两。苏府，陛下亲赐的府邸，这等于是在京都给了他一张护身符。我怎么就写不出这种诗？为什么？谢陛下隆恩。府邸臣收下了，臣正好接家妹前来，同享天恩。原来他这冲骨傲气，竟是为了家人。退朝！苏学士，留步！老夫有个不情之请。太傅，请讲。你那首《将进酒》乃是我大夏文道瑰宝，若只藏于深宫，岂不可惜？老夫想将其拓印成帖，流传天下，让我大夏学子皆可瞻仰神作，感悟财运。太傅，此诗已出，天下人尽知，何不直接抄录？反倒如此麻烦。苏学士，你当真不知文道治理意在笔先？凡俗抄录，只能得其形，不能得其神呐。唯有原稿之主亲以文心授权，以自身才气为引，方能进行墨宝拓印。如此拓印之帖，方能留存原作那一缕财运，他人观摩才可借此感悟修行。否则抄录万遍，亦是死物一件，与废纸无异。原来如此，我靠！知识付费，版权变现，古人诚不欺我，书中自有黄金屋啊！此举或有市侩之嫌，但所得收益，老夫可为你打理。你我2-8分成，你8如何？太傅为国为民，学生岂能谋利？就依太傅所言。哼，还没入仕就先想着怎么捞钱了，果然是寒门出身，眼皮子浅。周瑞，休得无礼！太傅息怒，学生只是觉得有些人德不配位罢了。苏学士的诗杀伐气太重，霸道于王道不足，不过是匹夫之语。诗中游侠终究难登大雅之堂，以此为国之文道表率，恐怕会将我大夏引入歧途啊！王言所言极是，闻者当以教化为本。苏沫之诗只知饮酒作乐，呼朋引伴，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是何等颓靡之音！我大夏北有忧患，内有忧思，正需振奋人心之作。他倒好，一首诗劝天下人都去买醉，此等文人，乃国之蛀虫。一派胡言！尔等只看到诗中酒，却看不到诗中的万丈豪情吗？文上说豪情谁没有？可治国靠的是豪情吗？靠的是谋略，是中庸，是平和的王道。苏沫的诗可有半点王道之气？周榜眼是觉得苏沫的诗不够平和。然也，你的诗锋芒毕露，如一柄出鞘的利剑，可伤人亦可伤己。此非治世之学。那不知在周榜眼看来，何为治世之学？譬如当朝丞相的劝学篇，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字字珠玑，教人向善，这才是我辈文人楷模。跟我玩这个？行，今天就教你做人。好一个温良恭俭让！那苏某今日便做一首平和的诗，请诸君辅正。又来，他以为传世诗篇是大白菜吗？皇王，他这是黔驴技穷，想用同样的方法再来一次，可惜没人会再上当了。哼，好啊，我等洗耳恭听，我倒要看看你这诗中莽夫如何写出王道文章。若是写不出，便请你收回刚才对丞相大人的不敬。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啊！大道至简，他竟用最朴素的文字描绘四季轮回。不对，这不只是四季，这是天道，是自然法则。故弄玄虚，不过是几句口水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口吐金莲，言之为禅。无闲事挂心头。是啊，我等汲汲于官位，戚戚于得失，早已忘了何谓好时节。我竟不如一个少年看得通透。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我娘子对我笑。我悟了，卡在运财境巅峰5年，就在刚才平静松动了。不可能，这不可能！凭什么4句口水话就能引动禅气，助人顿悟？这不合常理。周王爷，这首诗够不够平和？这人间好时节，算不算王道？让你说，还王道？道祖写的诗，就问你怕不怕？太傅，文上说，若是无事，学生便先告退了，下面还在我。苏学士，请便，请便。我不信一个寒门小子能有如此才情。将进酒也好，这首禅诗也罢，定是他从某处上古遗迹中抄来的。对，一定是这样。周兄，可那天地异象和这口吐金莲做不得假，那只能说明他运气好，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他不过是个文道窃贼。周瑞，输了便是输了，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只会让你显得更加可悲。此子文不成，武不就，偏偏生了一颗嫉妒心。丞相门下竟出了这等货色。苏沫，你等着，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一定会。哥，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吗？喜欢吗？喜欢。拿着，以后贴身带着，不许取下来。恭迎主人小姐回府。可以啊，皇帝送的果然是精装全配，拎包入住。快看，那就是新晋侍讲学士苏沫的府邸。就是他，做出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苏神童。苏学士，我是城南王家的，家父对你仰慕已久，为了薄礼，想请您过府一叙。怎么回事？主人，您有所不知，您那首《将进酒》经太傅大人拓印成帖，如今也传遍京城，一本最低也要100斤，还供不应求。现在全京城的读书人都以能收藏一卷您的墨宝为荣啊！一本100两，我操！印钞机都没这么快。李白要是知道，棺材板都得镶钻了。苏学士，你看看，这只是3日的进账，刨去成本，竟入80万两白银。按照约定，这是给你的80%， 60万4千两。有劳太傅，老夫活了70载，从未见过如此赚钱的买卖。你一首诗便抵得上国库1月税收啊！真乃文道财神。格局小了不是？太傅大人，这才哪儿到哪儿？太傅，钱财乃身外之物，学生有一事想请太傅解惑。但说无妨。学生想知道关于那怨念书海，太傅可知多少？苏学士，你问这个做什么？那地方是禁地，是九死一生之地。你苏家先祖便是在其中伤了文骨，导致文脉衰落。你如今前途无量，胜券正浓，万万不可动那个念头。家门之战，唯有书海深处的上古秘法可依。
是儿啊！也罢，你既有此情谊，老夫也不瞒你，远念书海，10年一开，算算日子，下一次开启就在3月之后。但入口由皇室与3大文道世家共同执掌，外人若想进入，只有一种方法，在书海开启前的上元文会上夺得魁首。上元佳节，万国来朝，然盛世之下，暗流汹涌，北燕携100年积怨而来，欲借文会试探大夏国运深浅。来了，经典装逼环节。陛下，久闻大夏文风鼎盛，今日一见，果然繁华。老夫不才，有一联想请大夏的才俊们共赏。大学士请。联曰：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回文诗，此诗正读道读皆是原句，构思虽巧，却也只是文字游戏。文尚书说得轻巧，此乃上联，还请大夏的才子们为我对出下联。这要求也是回文，意境还需相合，太难了。我活了50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刁钻的对子。柔瑞，你可有思路？学生才疏学浅。看来此联是难住各位了。也罢，老夫还有一首回文诗，以献诸位。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久立威。久立威，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正读道读皆是同一首诗，好精巧的构思。这不仅是技巧，其才气凝结，意境自成。此人是个劲敌。怎么泱泱大夏，竟无一人能对出我这小小文字游戏吗？看来传言中的新胜将士不过是笑话而已。果然是冲着我来的，果然名声在外就是一大烦恼啊！烦恼的是好诗那么多，我应该选谁？陛下，苏学士诗才冠绝大夏，区区回文诗想必不在话下。何不请苏学士为我大夏扬威？是啊，苏学士连郑国诗篇都能做出，这有何难？苏学士，您倒是说句话呀，别让我们干着急。这回文诗本就是偏门，苏沫怕是要栽了。丞相这是要将苏沫架在火上烤。来了来了，送礼上门。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回文诗确实想到，不过既然大学士有此雅兴，莫非苏学士能赐教？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回文诗我这儿也有一首，请大学士品鉴。潮随暗浪，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四门松径小，喊当泉眼是波清。迢迢绿水江天晓，皑皑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雪峰千里。正读是一首《雪山青》，倒读，快倒读！清秋数点千峰雪，水间云边四望苗。晴日海峡红岸岸，小天江树绿迢迢。晴波时野全当看，小径松门四对墙。明月钓舟鱼古晚，青山雪浪岸随长。报过来，竟是一首《海日晴》，意境截然不同。一首诗2个意境，这岂是人能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这已经不是文字游戏了，这是文道神迹。高下立判，高下立判啊！好，
苏学士大才，当赏。文字游戏不过是娘们的玩意儿，我因北以武立国，当行文战，看好了。放肆！啊！书法杀伐，以字为柄，好霸道的才气！此人走的就是以武入文的路子。哼，北风，吴将军竟落了下风。这北燕蛮子竟如此强悍！大夏的书法太过软弱，只配写些花前月下。看我北风二字，化你千军万马！慢着。比书法何须舞刀弄枪？来人，取文房四宝，不，取宫中最大的那支笔和最大的那张纸来。这么大的笔，还要写什么？哼，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笔大可不代表字就有力，小子。莫要丢人现眼！这股气息平和中正，却又仿佛凌驾于一切之上。永和9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我的刀气！我的才气，怎么回事？神韵天成，这是书圣在世啊！我错了，我辈集结于才气化形，追求威力，却忘了书法的根本是义呀！杀！破！灭！假的都是幻术，他怎么可能？此子之才也非文道，近乎于妖。此等艺术，若不为我所用，书道之极，非是杀伐，而是道法自然。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字。啊！亚圣是亚圣强者，领域之力，他展开了亚圣领域。我的才气在消散。苏沫，你的文字游戏到此为止了。老师，这便是亚圣领域，苏沫死定了。哼，任他才情盖世，在绝对的境界面前，不过是只待宰的羔羊。数字狂妄，连败我北燕2员大将，真当我北燕无人了吗？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何为亚圣之威。在本王的领域里，规则由我而定。我说此地无墨，我说此地比重如山。现在我要与你最后一战，以剑为题，以示定胜负。在本王的领域里，你连笔都抬不起来。这就是亚圣的实力吗？直接篡改一方天地法则。苏学士不可应战，在他的领域里，你毫无胜算。快催动国院玉玺，破开他的领域！没用的，在我面前，你们不过是笼中之鸟。苏沫，你可敢应战？
定了，这下你死定了！任你才华滔天，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不过是蝼蚁。玩领域，玩规则，不好意思，我就是 bug。哼，谁说写诗一定要用笔？在本王的领域，你连手指都动不了，还敢嘴硬？老师，他疯了！哼，唯死挣扎。你，我身既为笔，我意既为墨。剑来！我的剑，怎么回事？剑要脱手！不可能！这是我的领域，你怎么可能调动外界的力量？万剑来仇！啊！成了这方天地剑，所有剑的主宰。赵克曼胡音，吴钩双雪鸣。他的诗居然和剑共鸣，发现其中的剑意。平安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不是才气，这是诗意，用诗的意境直接引动天地间的杀伐本源。以诗为令，号令天地，这是圣人才有的手段。诗即是剑，剑即是诗，他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此人是国之利刃。疯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此子断不可留！给我镇压！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血。不可能！我的领域，我的规则，正在被他的诗意斩碎。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化人形，这就是传说中的尸魂。好快的剑，好纯粹的剑意。给我死！不，我是亚圣，我是亚圣！此子已成心腹大患。他不是在写诗，他是在为这天地间的剑立道。我大夏当兴！剑痕，那道剑痕，怕是千年不散了。一失败亚圣，天流剑痕，这才是真正的神迹。诗仙，当为诗仙啊！我等拜见诗仙。传朕旨意，
苏沫一师胜过雄兵100万，当为我大夏镇国之柱。自今日起，大夏师道以苏学士为尊，令册封苏沫为镇国大学士，可自由出入皇宫藏书阁，阅尽天下藏书。阅念书海，上古秘法。雪儿，哥离救你又近了一步。自今日起，大夏师道以苏学士为尊，令册封苏沫为镇国大学士，可自由出入皇宫藏书阁，阅尽天下藏书。皇宫藏书阁，那里可是存放着文圣手稿的禁地。完了，这等于把国运都交到他手上了。陛下，小女有一请。县主请讲。苏学士才情盖世，为探寻文道本源，我陈家愿为苏学士开放观海阁。陈家书库观海阁，那可是3大文道世家之一的底蕴。天哪！皇室藏书阁，再加陈家书库，这是要把天下知识都送给他吗？皇室拉拢，陈家示好，此子一成气候。凭什么？他凭什么？苏大学士，老朽奉陛下之命在此恭候，阁内书卷您可随意阅。苏学士，这藏书阁乃我大夏文脉根基，其中不乏圣人手稿，你好自为之。好家伙，我这是自带扫描和焚毁技能吗？一息一卷，一个时辰，他读了3600卷，这是读书还是吃书？不对，他在寻找什么？他跳过了所有诗词歌赋，专看那些最古老的关于文道起源的孤本。就是你了。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古3圣：苍井、文曲、孔圣，开创文道，被尊为创道者。我的诗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难道是因为我的文道烙印来自地球，对此界来说是绝对原创，而3圣是跟我一样的穿越者？苏沫，你毁坏藏书阁典籍，该当何罪？我们都看见了你所过之处，书卷尽成飞灰。好大的胆子！这些都是孤本，是国之瑰宝。碰瓷的来了。我只是在读书。你管这叫读书？我看你分明是修炼了什么邪功，吞噬书籍财气，增长修为。没错，正统文道哪有这么快的修行速度？必定是邪魔外道，请苏学士随我等去大理寺一趟，验明正身。验我也罢，我便考考你们，若你们能答上来，我便随你们走。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说，敢问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什么豆？一个茴字不就一种写法吗？错了，据我方才所读，上古一体字考至少有4种。第一种，草字头。这不可能！上古一体字考是残本，连太傅都只认得2种。他怎么会知道？因为就在刚才，我顺便把它补全。你不是人，是吞噬古籍的妖魔，以补全古籍的方式晋升，闻所未闻。我等有眼不识真圣。苏大学士，此地便是我陈家书库观海阁，每一只光碟便是一本书，你只需心念一动，便可取阅。多谢县主，将书化成碟，这种手段闻所未闻。3大文道世家果然底蕴深厚。听闻苏学士在皇宫藏书阁一个时辰读了3000卷，还补全了上古一体字考，略有所得。大学士过谦了。
此牒记载着关于怨念书海的一些秘闻，或许对大学士有用。怨念书海，非此地，实为天道筛选之地。残篇断章，怨念不甘，亦是璞玉。若能补全，可得天道赏赐，一步登天，故亦称登天路。登天路竟与我推测的垃圾场截然相反，有意思。断掉苏家那个病秧子的所有药材，本相倒要看看他苏沫是选前程还是选家人。主人，不好了！何事惊慌？小姐她药断了。怎么回事？我不是留了10万两银票让你去采买吗？老奴跑遍了全京城的药铺，都说炼制圣级文玉最关键的那味毒药龙心草被人买断了，无论出多少钱都买不到1株。买断了？丞相，是你吗？动我家人，你这是在找死！我好了。雪儿别怕，哥在。不行，我的才气太过霸道，他根本承受不住。大学士，小姐她文心枯竭，已是油尽灯枯之下，除非有传说中的圣人一篇重塑文心，否则神仙难救啊！来了。你怎么发现我们的？我们习修的机密杀法可以完全屏蔽财气。夏夜无风，却有杀气。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吗？懂了又如何？你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没了财气感应，就是个待宰的羔羊。我们是狼主坐下血蝎，专为猎杀你们这些天才而来。大哥，别跟他废话，杀了他，回去领赏。听说他的血肉蕴含着精纯的财气，吃了能长修为。不好意思，我不是天才，我是挂壁。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什么力量？不是财气，这是纯粹的势，言出法随。哦，你还懂点东西。你们的寂灭杀法确实有点意思，可惜遇到了我。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是你惹不起的人。搜魂太低级了，我这是在线阅读。丞相，你们竟然真与妖族有关联！一句话压死10几名顶尖刺客，一挥手毁尸灭迹，必须马上回报主上，苏沫的危险等级要提到最高。唉，令妹的病越发严重了。唉，刺客的事儿我听说了，你处理得很好。太傅深夜前来，不是为了说这个吧？你妹妹的病药石无疑，除非什么？除非能找到传说中上古医圣陨落时遗留在怨孽书海深处的生命华章残篇。生命华章？不错，那是一道圣典，据说蕴含着生命法则的奥秘。若能找到残篇，并以你的才情将其补全，或许能为你妹妹重塑文心。怨念书海，
你别动那个念头，那地方对文胆的侵蚀极大，就算是亚圣进去也九死一生。你如今是我大夏的希望，万万不可冒险。若连家人都护不住，我要这希望有何用？苏沫，你疯了！怨念树海是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我一决。就为了你妹妹，值得吗？你若陨落，是大夏多大的损失？可我若连妹妹都保不住，又有何脸命存世？原来在他心中，家人比国运比天下都更重要吗？陛下口谕，苏大学士，朕知你情深意重，但怨念书海，万万不可侵入。朕的宝库中尚有圣人遗留的续命丹药，朕可尽数赐你。臣谢陛下厚爱，但丹药只能续命，不能改命。雪儿的命，我要亲手为她改回来。大学士，您这是抗旨啊！公公，请回禀陛下，苏莫非是抗旨，而是去为大夏取一件真正的国之重器。生命华章，我来了。去吧，去送死吧！怨念书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此去正好为我省了手脚。苏沫，罢了，雏鹰总要离巢，是龙是虫，就看此操了。雪儿，等我回来。周来。疯了，在怨念书海，财气消耗是外界的10倍，他这是自寻死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世上没什么能拦住我，苏沫，朕等你回来。好强的侵蚀力！这海水里的怨念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污染我的文胆。我的诗不是垃圾，凭什么不被认可？写出来，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他们的文心不坚，被怨念引动了心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他竟然在用怨念淬炼文胆！以怨念为锤，以意志为铁，此等魄力，匪夷所思。他不是在渡海，他是在修行。这就是错字魔，怨念书海的清道夫。原来如此，他们的攻击方式是污染和篡改文道法则，用错误的逻辑瓦解正确的结构。完了，是错字魔群，就算是亚圣遇到了，也得退避三舍。死吧，死吧！被文字的垃圾吞噬，最适合你这个文道窃贼。哼，不好意思，逻辑这块我也不带怕的。1+1等于2，2分为4。他在做什么？这不是诗，也不是文。4分为8，八卦定吉凶，万象生变化。他刚才念的是什么？听着像是算术口诀。以理破错，他竟然想到了用最基础的数理逻辑去对抗文道的谬误。我读了30年圣贤书，今天才知道，原来隔壁王屠夫家打算盘的口诀是绝世神功。不可能，这一定是巧合，是歪门邪道。这些错字母本质是混乱的法则碎片，用最基础的公理去格式化它们，果然有效。那么，这怨念之海看似污秽，其本质却是最纯粹的信息。无数失败的、不甘的、错误的信息汇聚在一起，
如果我能用一个绝对正确的信息去覆盖这片错误的信息海洋呢？系统，连接地球数据库，给我调出新华字典。指令确认，正在载入。你们的错，由我来纠正。我的故事还没写完，为什么就是想不出结局？精神攻击直接作用于文心，制造灵感枯竭的绝望，比错字魔高级多了。你能帮我写完吗？求求你！是断成月灵，最难缠的东西，它会污染文心，让人灵感枯竭，最终文胆破碎而死。苏沫，我要看那本书。他说，待我功成名就，以十里红妆相迎，和他一去，再无归期。原来是写崩了，自己都接受不了，怨念成灵。怎么样，你呢？写得太烂，救不了。你竟敢说我写的烂！我要你和我一样，永远活在没有结局的痛苦里。苏沫，完了，被怨灵的绝望领域吞噬了。太好了，死在女鬼手里，真是风流。你就是个废物，写的东西根本没人看。和我一起沉沦吧。我相信你。你的诗，到底你能染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的异心终于有了结局。原来如此，原来待字不只是等待，是期待，是无奈，亦是无奈。怨念的尽头是最初的灵感，只要能破除怨念，就能得到这份最纯粹的创作本源。这哪里是怨灵，这分明是一堆堆的经验包啊！他又把怨灵给超度了，还拿到了灵感火花。自古以来，创怨念书海者，不过是小心翼翼躲避怨灵。他竟然主动去找怨灵。我开始觉得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他，而是这篇怨念书。镇国之计，这是镇国境的雏形。他这是在用万千文人的不甘与怨恨，来铸就自己的文道根基。书面华章。好精纯的生命气息，只是靠近就感觉文心说不出的舒畅。怨主，怨念书海的核心，万怨之主。他苏醒了，苏沫惊醒了他。太好了，怨主出手，他必死无疑。就算是名胜在世，也挡不住怨主的绝望凋零。入侵者滚出去，或者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诗，我的记忆。干一性攻击，直接抹杀灵感和才华的存在，好霸道的规则之力！是绝望凋零，怨有的必杀之计。苏沫的文心正在枯萎，死定了！不，他的才气在溃散，他的根基在被摧毁。冷意的文胆破碎，
他就会沦为行尸走肉，神仙难救啊！太傅，尚书大人，这就是你们选中的天才，他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白痴了。他在污染我的地球记忆。没用的，在这片海上，我就是绝望的化身，一切希望与才华都将被我吞噬。完了！绝望？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绝望。什么？你也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希望。跟我玩概念？不好意思，我身后站着的是5000年的文明，你算老几？疯了！他彻底疯了，居然主动携手院主的凋零之力，看到了吗？他这是在自寻死路。文信已毁，他的道断了。不，一定还有转机。这片土地上，曾洪水滔天，我们治之；曾九日悬空，我们摄之；曾高山阻路，我们移之。所谓绝望，不过是我等脚下通往希望的又一块垫脚石。胡言乱语，给我彻底凋零！天地有正气，不，这不是文道的力量。杂然复流行，下则为何日，上则为日星。不可能！我的规则正在被覆盖。愚人曰浩然，佩虎塞苍冥。住手！快住手！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酣足论。你的怨，你的恨，你的不甘，今日我以这天地正气，尽数为你等净化。原来这才是文道的真正力量。血。以正气为骨，以生机为血，生命华章。和。检测到世界本源碎片，核心任务开启，调查窃盗者的真相。看，快看天上！太阳，怨念书海，出太阳了！幻觉，一定是幻觉！他没有死，他在净化怨念书海。神迹，以一人之力净化怨念之海，这是文圣才有的手段。不，我不信。以正气为日，净化沧海。苏沫，你究竟还藏着多少惊喜？陛下，大喜！苏大学士他回来了。哦，他现在何处？可是在回京的路上？不是，苏大学士他净化了半个怨念书海后，直接撕裂虚空，一步就回到了苏府。撕裂虚空，那是圣人才有的空间神通。
郑国境巅峰，竟恐怖如斯。他回府后做了什么？可有上奏？回陛下，苏大学士回府后闭门不出，只传出一句话。什么话？家事未了，不谈国事。好一个家事未了，不谈国事。他这是在告诉朕，他救回了妹妹，现在要陪家人，谁也别想打扰他。这脾气！传朕旨意，苏府方圆10里列为禁区，任何人不得靠近，不得喧哗，违令者斩。遵旨。苏沫，朕给你这个安宁，等你处理完家事，朕再与你共商国事。雪儿，哥回来了。去。先天生机文心，以生灭华章为基，重塑的文心竟有如此神异。哥，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废物！一群废物！买断药材派人刺杀，哪一件做成了？老师息怒，谁也没想到，他苏沫竟能活着从怨念树海出来，还净化了半个海域。他根本不是人，他是个妖怪！妖怪！现在全天下都当他是文曲星下凡，是未来的文圣。老师，他不是圣，他是魔！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想，他崛起到现在才多久？满打满算不到半年，从一个废物到郑国境巅峰，这合乎常理吗？你的意思是？夺舍，我怀疑真正的苏沫早就死了，现在的这个是从怨念书海里爬出来的远古大魔，他占据了苏沫的身体。大魔，一定是这样。老师，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只要能证明他是魔，我们就能让他万劫不复。如何证明？照魔镜，皇室宝库中有一面上古流传下来的大日琉璃照魔镜，任何妖魔鬼怪在镜前都无所遁形。好，就你这个，给他致命一击。陛下，臣有本奏。准。苏大学士天纵奇才，半年之内连破数境，实乃我大夏之幸。然其崛起之路太过匪夷所思，民间已颇有微词，言其非是人哉。丞相，你血口喷人，荒唐，简直是荒唐！唯独悠悠之口，为证苏大学士清白，臣恳请陛下请出大日琉璃照魔镜，当朝一照，以正视听。臣附议。若苏学士真是文曲星将士，自然不惧此境；若心中有鬼，此镜一照，便知分晓。臣等附议。丞相，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臣为大夏江山社稷，万死不辞。苏爱卿，你的意思呢？可我亦想看看这朝堂之上究竟谁是人，谁是鬼。请苏大学士上前。照吧，快照！我倒要看看你这魔头在镜下如何现出原形。起。怎么会？为什么没有反应？什么？不可能！照魔镜碎了！上古圣人遗宝，就这么没了。镜子被亮瞎了，这不合常理。明白了，不是苏学士的本位、才气、灵魂，
已经强大到连圣人遗物都无法承载、无法窥探了。没错，就像凡人不能直视太阳一样，赵魔竟直视了苏学士的真我，所以他自己承受不住，爆了。好，苏沫，你总能给朕带来惊喜。丞相、周榜，现在镜子碎了，你们作何解释？那只能说明你这妖魔道行太深，连照魔镜都……不，镜子碎了，是因为他在这大殿之上照到了一个真正的邪魔，那就是你。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胡说。圣人云：相由心生，文为心生。你的心早已被嫉妒和怨恨填满，你的文自然也充满了阴邪之气。我没有，我的文章偏偏都是教人向善的王道之学，是吗？心魔外显！天啊，周瑞才是那个魔！我们差点冤枉了诗仙。不，这不是我，是幻术！苏沫，是你搞的鬼！事到如今还执迷不悟，也罢，我便让你死个明白。我有一剑可斩心魔。剑痕共鸣，他能调动那道剑痕的力量。以天地为剑鞘，以京都为锋芒。周榜眼文胆已碎，与废人无异。文胆生魔，是废人好过害人。丞相大人，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老臣识人不明，举荐废人，请陛下降罪。丞相，你老了。苏爱卿，你觉得该如何处置？这是帝王的制衡之术，是选择痛打落水狗赶尽杀绝，还是选择顾全大局收敛锋芒？小 case。陛下，北有妖患，内有忧思，如今不是内斗的时候。有盖世之才，亦有容人之量。苏沫，你没有让朕失望。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大夏以文立国，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臣请奏，效仿上古，立文道碑，刻镇国事于其上。至于北境，以扬国威，以镇妖魔。啊，在北境立碑，这是要将战火烧到妖族的家门口啊！好一个立碑镇妖，这才是我人族该有的血性。陛下，苏沫此举名为扬威，实为引战。他这是要将我大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请陛下三思。而这立碑之人，臣举荐当朝丞相。苏沫，你何敢如此？你好恶毒的心思！此去北境立碑，与送死何异？周榜眼此言诧异。丞相大人方才言道，为大夏江山社稷，万死不辞。如今正是丞相大人尽忠之时，何来送死一说？陛下，万万不可！此非扬我国威，此乃自取灭亡。丞相远赴北境，乃国之大事，安危系于一身，若有差池，朝堂动荡，谁人能负其责？苏学士此举分明是公报私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北境立碑有何不可？我大夏将士年年血染黄沙，难道就不能在妖族门前
立一块我神族的碑。不错，丞相此去定能安稳军心，振奋人心。苏学士言之有理，丞相乃百官之首，文道楷模，由他前去，最能彰显我大夏决心。完了，这是把丞相往火坑里推啊！去是九死一生，不去就是欺君罔上，贪生怕死。苏爱卿，你可知此举后果？臣知。那你为何还要如此？未战，先谓不战；未胜，先谓不败。妖族兵临城下，我大夏若一味退让，只会助长其嚣张气焰。今日退一步，明日便要退100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将我人族战旗插在妖族脸上，让他们知道，犯我大夏者，虽忍必诛。好一个为战先谓不战！他这是要以攻为守，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准奏丞相，朕命你为镇北碑督造使，3日后启程北上。臣领旨。朕在京都等你的好消息。哼，想玩阴的，那就让你去阳光下直面真正的风暴。魔鬼，他是个魔鬼。丞相大人，您真的要出关立碑？城外百里皆是妖族大军，此去九死一生啊！这是陛下的旨意。可没有可是，本相若是死在此地，那苏沫便是谋害朝廷重臣的千古罪人，陛下也成了必死肱骨的昏君。本相就是要用这条老命换他苏沫万劫不复。开城门！疯了，这老头疯了！这是去送死啊！看，有几只两脚羊送上门来了，还抬着块石头，他们在做什么？人类，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踏入我妖族领地！我乃大夏丞相，奉我朝女帝之命，在此立镇国之碑。立碑？你们人族是要把自己的墓碑立到我们家门口吗？也好，省得我们动手了。小的们，把这些人和这块石头都给我砸成肉泥！苏大学士，丞相已经出关10里，妖族主力已然出动，黑压压一片，怕是有10万之众。丞相此去，怕是凶多吉少啊！你让他去立碑，当真是为了扬我国威？不然呢？难道县主以为我是公报私仇？他笑得越轻松，我怎么越觉得事情不简单？来了，妖族大军来了！完了，丞相大人他们要被妖兽撕碎了！武将军，末将在。擂鼓，擂鼓。苏大学士，此刻擂鼓是助威还是发丧？都不是，是请他们看一出好戏。擂鼓。老东西，你的骨头应该很脆吧？你敢杀我？大夏丞相！丞相正好，杀了你，你们那位女皇帝一定会很心疼吧？怎么回事？
这是苏沫的字，他什么时候？丞相，此去路途遥远，学生备了薄礼，祝您一路顺风。砸了他！快把这块破石头给我砸了！这是什么东西？快跑！他算到了一切，他知道妖族会来，知道我会遇到危险。他不是在害我，他是在保护我，用他写的诗保护我这个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的政敌。万古仇，万古仇，好一个万古仇！这等凶剑，这等气魄，我与他相比，不过是井底之蛙，萤火之光。我错了，苏大学士，老夫服了。来人，将此碑给本相立起来，就立在这里。废物！一群废物！700个妖兵，连一个人类老头都杀不掉，还让他把碑立起来了。郎主息怒，这石碑有些古怪。你看，它散发出的财气，竟然能引动天地异象，化水为冰，这绝非普通文宝。那又如何？一块破石头而已。率亲率大军，顷刻间便能将其踏平。不，这块碑是挑衅，更是诱饵。诱饵？人族想用这块碑激怒我们，让我们主动攻击，从而消耗我们的兵力。哼！本帅岂会中此等奸计？传我命令，援军绕开那块石碑，直接攻打雁门关。一块破石头救不了他大夏。是。自镇国碑立，浩气当空。镇妖族于边境，得数日安稳。苏沫与丞相回京述职，获女帝嘉赏，然变故再生。报！陛下，北境急报，妖族大军绕过了镇国碑，已兵临雁门关下。什么？他们就不上当？妖族之中，必有高人指点。雁门关守军不足5万。如何抵挡妖族100万大军？陛下，请速速派兵增援。援兵远在千里之外，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完了，雁门关一破，妖族便可长驱直入，我大夏危矣！众卿，事已至此，谁愿为朕分忧？谁敢去雁门关，为我大夏守住这道国门？我大夏仰视100年，难道竟无一人是男儿吗？臣愿往。苏学士，你来了。苏爱卿，你可知此去？臣知九死一生，但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国难当头，苏沫万死不辞。好，朕册封苏沫为镇国大元帅，总领3军，节制天下兵马，抗击妖族。赐尚方宝剑，如朕亲临。谢陛下。兵贵神速，即刻启程。来了来了，我的主场终于来了。妖族的小崽子们，准备好迎接文化人的降维打击了吗？末将孟恬参见大元帅。元帅，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书生也配称元帅？孟将军，军情如何？回元帅，不容乐观。妖族势大，我军兵少粮缺，将士们已经3日未曾饱食，士气已跌至谷底。哼，何止是谷底？元帅，你看看他们，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别说打仗了，站都快站不稳了。朝廷派你来，
是让我们来送死的吗？放肆！哼，元帅，小姑娘，你问问他们认不认这个元帅？一个书生能带我们打仗吗？完了，朝廷是真的放弃我们了。霍云，不得无礼，还不向元帅请罪！我不服，除非他能让将士们吃饱饭，能让兄弟们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否则我霍云绝不认他这个元帅。好，你想要希望，我便给你希望。将士们，我知道你们饿，知道你们怕，但从今天起，你们不用再饿，也不用再怕。真的是米！掌中生米，这是传说中的造化之术。神仙，元帅是神仙下凡呐！有救了，我们有救了！拜见元帅。现在还认不认我这个元帅？末将有眼不识泰山，请元帅降罪。起来吧，不知者无罪。传令下去，全军饱餐一顿。是。元帅神威，末将佩服。只是妖族100万大军，即便我军吃饱了，兵力悬殊，此战依旧艰难。是啊，元帅，咱这点人还不够妖族塞牙缝的。谁说我们只有这点人？元帅的意思是，你们缺的不是兵，不是粮，你们缺的是一股气，一股敢于亮剑、血战到底的武虚之气。气能杀人吗？不，但能唤醒那些沉睡的战魂。取我笔来。不，这笔太小。孟将军，借你长枪一用。来了。BPM7，岳飞大佬，借你千古第一次一用。今天就让这群异世界的土著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华战魂。元帅这是在做什么？跳大神吗？不，你看他枪尖划过之处，天地间的财气都在随之共鸣。我好想哭，我好想冲下去，跟那帮狗娘养的妖族拼了！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还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励。好强的精神力，他在用虚词感染全军的意志。花里胡哨，他喊完了，本帅一斧子劈了他。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痛悲切。我孟田戎马一生，守着北境30年，求的不就是这句诗吗？这哪里是书生，这分明是一尊执笔的战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地龙翻身了！不，这不是地龙，这是战魂，是埋葬在这片土地下千百年来无数战死英灵的不屈战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兵马俑活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元帅，不是仙，战神，
请受霍云一拜。回来了，都回来了，老兄弟们，你们都回来了。那是什么鬼东西？他们没有生命气息，全是死物。不对，他们有战意，好强的战意。尸化冰魂，他竟然做到了传说中的尸化冰魂。他不是在写诗，他是在招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将士们，随我杀！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屠杀！他们不惧死亡，不知疲惫，没有恐惧，这是最完美的士兵。杀光这帮畜生，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元帅万岁！大夏万岁！不行，这些东西杀不死，必须擒贼先擒王。索莫，拿命来，保护元帅！休伤我哥！哦，你这小女娃倒是有几分本事。也好，先吃了你，再杀你哥。妖孽休得放肆！爹，是你吗？爹！装神弄鬼，问你是谁？都给我死！好大的力气！这鬼东西生前绝对是亚圣级的强者。元帅，那是我爹，30年前战死在雁门关下的孟家军主帅孟武。我知，不只是他。这30万兵马俑皆是100年来为守护这片土地而战死的英魂。今天我只是让他们回家。爷爷，爹，叔父，哥，见鬼！真是见鬼了！郎主，不可力敌，这些冰魂乃是此地不屈意志所化，只要雁门关不倒，他们便源源不绝，速退！元帅威武，大夏威武！这只是先锋，真正的大敌还没来。元帅，今日一战，大挫妖族锐气。依我看，咱们可以乘胜追击，一举将他们赶回妖域。霍云，不可鲁莽，妖族主力未损，此时追击恐中埋伏。孟将军说的对，今日来的不过是妖族的炮灰，真正的主力还没动。元帅，你太谨慎了，你那30万兵马俑大军一出，谁与争锋？那30万英魂乃是以满江红的悲壮之意强行唤醒，此法只能用一次。什么？只能用一次？英魂已安，不宜再扰。更重要的是，满江红的力量源泉是悲愤与不屈，这种力量对付杂兵可以，但面对真正的强者，缺乏一锤定音的毕生信念。那我们怎么办？妖族主力要是来了，我们拿什么挡？等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妖皇、西后，你们会来的，对吧？来了。陛下，那苏沫太过诡异，他能召唤战死的亡魂。亡魂？陛下是尸化冰魂，
苏沫以一首战词引动了雁门关下埋葬了千年的不屈战意，化为己用。有意思，人族之中总算出了一个能让本皇提起兴趣的玩具。陛下，此人留不得，他的文道与我等所知的截然不同。他若不死，必成我族心腹大患。本皇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玩具。传令下去，3军集结，目标雁门关。本皇要亲手去会一会这位人族的诗仙，我要让他知道，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文字武器都是徒劳。是妖皇，他竟然亲临了！好可怕的威压，只是看着他就感觉喘不过气来。完了，妖皇都来了，我们死定了！苏沫，你就是苏沫？是我。你的诗不错，可惜写的再好，也只是纸上谈兵。本皇给你一个机会，跪下臣服于本皇，可以封你为我妖族的国师，地位只在本皇之下。休想！人族将士只有站着死的，没有跪着生的。元帅，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妖皇，你的提议很诱人。元帅，不过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不喜欢给别人当狗，我更喜欢把别人憋着。很好，你成功激怒了本皇。本皇在无尽的绝望中哀嚎着死去。本皇会当着你的面屠尽这座城，吃光你的士兵，玩弄你的妹妹。妖皇，你知道你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你不该威胁我的家人。你以为凭你这准圣巅峰的实力就能为所欲为？难道不是吗？在本皇面前，你们皆是蝼蚁。蝼蚁？你错了，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力量。你们以为我之前写的《将进酒》《侠客行》就是文道的巅峰了吗？难道不是吗？那不过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是小道，是术。那何为大道？大道是历史，是潮流。这又是什么意象？是千千万万人的意志汇聚成的时代洪流。这是什么力量？属于才气，属于正气。这是……今日我便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毛爷爷，借您神之一手，荡平这乾坤。装神弄鬼。他在篡改天象，他在分割战场，他以一己之力划开了2片不同的天地法则。这是圣人领域，不，比圣人领域更霸道。元帅他到底要写什么惊天动地的篇章？难怪苏帅敢以10万人与中山对战妖军100万。中山风雨起仓皇，100万雄师过大江。战！这是什么东西？元帅，这也是诗画冰魂？不，他们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不对，这些士兵的身上没有丝毫才气，那他们手中的武器那是什么东西？居然蕴含着如此纯粹的杀戮法则！陛下，我感觉到了恐惧，发自灵魂的恐惧。他们是天道的惩罚，是来清算这个世界的。可能，本皇不信，一群连才气都没有的废物，奈我何？全军出击，给本皇碾碎他们！妖皇，时代变了，虎踞龙潭今盛兮，天翻地覆海而康。
武器，这是圣人才能掌握的法则武器，他怎么可能让100万人都掌握了这种力量？败了，我们败了。一轮骑射，10万妖兵就这么没了。我打了一辈子仗，今天才知道，原来战争可以这么打。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苏沫，不敢与我1对1决战！哥，小心！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正道是沧桑。这是什么？不，陛下！不，本皇不灭，我在天命！因为你逆了这人间正道。我们胜了！元帅再造之恩，末将没齿难忘。苏爱卿，今日你为我大夏立下了不世之功，朕该如何赏你？陛下，赏赐不必了，臣有一样东西想请陛下一观。这是？臣有一个猜测，陛下，我们所尊崇的上古三圣，或许并非创造者，他们是窃盗者。苏爱卿，你说的没错，这份孤本记载着一切，但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沉重。大夏，甚至这片大陆，都只是一个囚笼，而你或许是打破这个囚笼的唯一希望。